工业革命的摇篮，人类文明的先驱，世界秩序的主宰，说的就是19世纪的英国。当时英国还被称为大英帝国，殖民地遍布全球，总领土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。总的来说，英国在北美有一片森林，在澳大利亚有一片牧场，在秘鲁有一座银矿，在南非有一座金矿，在亚洲有一个种植园，在24个时区里，每个时区都有英国的领地。这意味着在大英帝国的领土上，太阳永远不会落下，所以英国也被称为日不落帝国。二战期间的英国军力同样强大，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，英国大规模扩充军队数量，动员人数超过1200万，总兵力激增570万。在二战期间，陆军方面，英国就生产了47862辆坦克和自行火炮，124877门火炮。在空军方面，英国一共生产出12.6万架飞机，重型轰炸机超过2万架。在海军方面，算上美国援助的军舰，英国海军拥有96艘航母，100多艘战列舰和巡洋舰，291艘驱逐舰和238艘潜艇，其他辅助类船只数不胜数。只是同德法等欧洲国家一样，在二战后军事实力直线下滑，而英国更是下滑的最厉害的一个。目前关于英国军队的规模，基本上就可以总结为2个字：要完。英国在最近的岁月里，基本上就是在裁军的路上越走越远。根据近几年英国公布的军队现代化战略，军队的人数将减少1万人，到2025年，陆海空三军总员额减至7.2万人，到2030年将再减少2500人，这将使英国陆军总人数缩减至7万人以下。4个装甲旅削减至2个，3个营级单位将全部解散，这将使得原本就仅剩227辆的挑战者2只剩余148辆，数量还不如柬埔寨陆军多。另外还要削减760辆勇士步兵战车，24架台风战斗机，13架 C-130运输机，就连 F-35B 战斗机也打算削减到70架左右，原计划是138架。这还不够，还将削减2艘23型护卫舰和13艘扫雷舰。因为英国陆军在近年其实根本就没有达到82500人，一直处于不满编的状态，33个英军步兵营中有32个员额不足，即便是精英级别的苏格兰近卫步兵团也一样没有满编，而原本规模就不大的英国海军陆战队更是进一步缩编，直接改组成了与 SAS、SBS 类似的特种任务部队，至此英国陆军的规模也几乎成为历史最小。在1707年英国陆军成立的时候，人数大约为7万人，算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。但是规模归规模，实力归实力，虽然规模差了点，但是质量还不错。毕竟每年400到500亿美元的军费摆在那里。在2022年的军事实力排名上，英国排名第7，仅次于法国。海军有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，陆军有挑战者坦克，空军有台风战斗机，这些设备都是国产的。另外，英国有从美国购买的第5代 F-35飞机和自己的核潜艇，尖端装备一点也不差。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军力和纸面数据明明很一般，却能保持在世界主要军力排名的前10的原因。至关重要的是，英国是一个合法的核武装国家，其国防是独立的。理论上，英国可以随时利用其核力量进行主动攻击或被动反击，比如陆军的挑战者2坦克。其目前在英国陆军的4个装甲团中服役：女王皇家骠骑兵团、国王皇家骠骑兵团、皇家坦克团和皇家威塞克斯义勇兵团，每个团装备56辆挑战者2，总共224辆，并且英国已经开始研究下一代主战坦克 MBT， 即挑战者3升级型。尤其是东欧的局势，让人们重新审视装甲作战的重要性。将现役的148辆挑战者2升级为挑战者3，成本约为13亿美元，以确保这些坦克可以至少在2040年之前保持规模。挑战者3主战坦克将配备莱茵金属制造的 L55A1 型120毫米滑膛炮，取代现有的120毫米线膛炮，以获得更大的炮口出速和穿甲威力。新型主炮还可以发射先进的可编程弹药，使用一套具有先进昼夜瞄准能力的瞄准系统，
同时，挑战者3还将具有增强的防护水平，包括新的模块化装甲和拉斐尔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，后者使用雷达探测来袭的弹丸，并对其进行主动拦截。除了作为挑战者2升级的关键部分之外，阿姆斯特朗工厂还打算出口新型炮塔。虽然只有阿曼装备了挑战者2，但这种炮塔也可以用于升级其他型号的坦克。挑战者3将配备英国陆军的新的数字化主干网，可以通过网络与旅级战斗队的其他战车取得联系，提高与不同作战平台的实时共享数据的能力。英国皇家空军的人数更少，现役人员约 3.4 万人，拥有固定翼直升机共509架，不过战力并不差。英国作为台风战斗机项目的主导者，一共采购了160架台风战斗机，最后一架台风战斗机于2019年交付，从2008年起开始生产台风战斗机，并对早期台风进行升级，目前已经开始退役早期的台风战斗机，现役138架。英国作为 F-35 战斗机的一级合作伙伴，在2006年预计订了138架 F-35B 战斗机，其中有48架是购买合同，90架为意向合同，而且 F-35B 为海军共用。虽然说流传出要取消90架意向合同的消息，该消息至今未证实，目前已接收25架，空军18架，海军7架，并拥有一定规模的空中预警机、加油机、战略运输机、战术轰炸机、电子侦察机等主战装备。毕竟英国是一个岛国，本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源和矿产，还有英吉利海峡这一天险阻挡，使得其他国家的陆军对英国本土的威胁并不大。英国最强的还是其海军， 6.5 万吨级的大型航母，45型英式盾舰，核潜艇一个不缺，是英国皇家海军立下的一型航空母舰，是一项采用常规动力、巨短滑跃起飞并垂直降落的双舰岛多用途航母，配备美制 F-35B 舰载机，性能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。在当前的海军中，战斗力已经完全够用，并且还有4艘前卫级战略导弹核潜艇，艇长 149.9 米，宽 12.8 米，前航状态排水量 1.49 万吨的前卫级，艇上能装载16枚射程 1.2 万公里的3x戟 2D5 型弹道核导弹，每枚导弹能携带8个分导式核弹头，艇上的弹头数共有128枚，并且目前英国已经制定了关于未来装备研发的计划，陆军方面将加快研制拳击手8轮装甲车的工作，以使其更早的投入使用，并取代武式步兵战车。在太空领域，英国投资70亿美元的天网6计划，以重组卫星通信能力。英国政府希望在未来10年的太空领域增加14亿英镑，包括开发一个情报、监视和侦察卫星星座。在两栖部队方面，将投资5000多万英镑，改造一艘海湾级船坞登陆舰，以具备更强的沿海打击能力。在海军方面，新的83型驱逐舰将开始进行概念评估，计划在2030年末开始取代45型驱逐舰。英国皇家海军还将提前退役2艘老化的23型护卫舰。空军方面，主要用于投送特种部队的 C-130G 军用运输机，在服役了近60年后，将于2023年退役。空客的 A400M 运输机将填补这一空白，所以英国的军力其实并不是很弱，依旧能够研发绝大多数的先进武器装备。英国的挑战者主战坦克、45型驱逐舰、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，都是英国当代具有先进世界水平的大型武器装备。英国虽然已经不再独立研发第3代和第5代战斗机，但是仍然是台风战斗机和 F-35 战斗机的重要研发参与国，承担了其中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部分。而且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，英国工业基础深厚，工业水平依然很高。在目前的全球工业水平划分中，英国仍然处于第2梯队，与德、法、日并列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以高端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强国。别的不说，单是航空发动机就足以证明英国的工业实力。罗尔斯罗伊斯是一家以 R&D 和工业发动机制造为主的企业，实力水平很高。罗尔斯是世界3大航空发动机的制造商之一，其军用和民用发动机几乎占据了航空发动机市场的半壁江山。航空发动机一直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准，一般只要是能独立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国家，工业水平都不会低，而像英国这样可以做大做强的存在也是不容小觑的。
其实英国除了劳斯莱斯还有很多好东西，比如世界第2大军火商 BAE 系统公司。此外 ARM 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提供商，全球超过 95% 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采用 ARM 架构。 TWI 是焊接领域的权威， CUPE 是超精密机床制造领域的龙头，还有邓禄普、戴森、帝国化学工业等世界级企业在制造现金武器这一方面，英国完全有这个技术，所以英国也与德国和法国相似，表面上的军事实力偏弱，但是底蕴还在，只要有需要，加强军备就是小菜一碟。对此，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，下期见。